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今天美国总统川普他又向台湾来喊话，他说又是你们偷走我的晶片，而且他形容是一个非常可耻的事情。这代表一件事情，川普对于这个晶片的掌握跟这所谓的拥有，他现在非常的焦虑，他非常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在焦虑的情况之下，他现在什么事情、什么招都使得出来吗？今天在财经圈有个震撼全台湾的消息，就是这位罗维仁。罗维仁他是台积电企业策略发展资深副总经理，他在今年7月的时候他退休了。但是今天媒体现在报道一件事情，是台积电怀疑他，你是把最专业的、最关键的2奈米技术给拿走了呢？现在是制裁分署已经立案，要来调查现在这一起泄密案件。制裁分署是什么？就之前办东京威力科创、办 Raptors 相关日本间谍的案件，而现在也要来办美国间谍了吗？基辛格过去是 Intel 执行长，他退休之后，今天他旋风来到台湾，你看他笑得多么开心，连赞都比得出来。他带了7家的新创公司来，但你千万别忘了，基辛格之前怎么说台湾？他说台湾是地缘政治当中最危险的地方，但他今天完全改口，他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得上台湾，台湾是独一无二的新创之地。你一路爬出来，可以知道一件事情。这个2奈米的技术有多重要，而这2奈米的技术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关键，所以不管是台积电或是国安单位，一定要把它守住。我管你日本，我管你美国，这个技术只能留在我们台湾。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好，最后是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中。石董，今天关于晶片的事情，川普已经点名了，到底多少次？我真的没办法想，这代表一件事情，现在川普要掌握到晶片这个东西，他是多无力、多想要的一个阶段。对，没错。实际上，我们从川普上任以来的话，他不知道多少次讲到晶片，讲到台湾。好，他今天又有最新发言，他说过去美国长期放弃晶片制造，把晶片产业的输给台湾还有南韩，这种状况实在很丢脸。当然了，他不是在骂台湾，他是在说过去的政府很丢脸。他同时在意思说，我实在太厉害，让美国的晶片重新回来。所以你看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一定要无所不用其极的把晶片产业让美国再度复兴。对，好，在他讲这句话的同时之间的时候，今天爆出了另外一件，大家觉得说这两个会不会有关联啊？什么有关联呢？就是我们的台积电企业策略发展资深副总叫罗维仁哦，他事实上是台积电一个非常重要，他有台积电非常多机密技术，他过去在台积电工作了20年，然后他在今年7月退休之后，就盛传哦，他在10月之后居然到了 Intel， 回到 Intel 是掌管研发到量产领域的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回去之后，那当然大家回去基本上大家已经震惊了哦。就今天传出来更震惊的什么事情？是说他听说他在要离职之前呢，他有把大量的台积电的2奈米，还有下一个世代的 A16，还有下个世代的 A14，大量的资料带到美国去了。所以这个你看，我的天哪！川普今天说我就要复兴美国的产业，结果没想到今天传出罗维仁到 Intel， 然后又传出说他把很多机密拿到美国去，所以这让人家觉得什么地方？就说难道美国是有意识要把台湾的技术挖过去的一个状况吗？你川普是要玩什么阴招，是不是？对，而且川普过去曾经说过，很多美国盟友都不算是朋友。那这意思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在讲。前一阵子我们知道2奈米不是才刚爆发一个东京威力科创这件事吗？也是2奈米。今天罗维仁又是2奈米，大家想说有这么夸张吗？大家都要2奈米吗？真的要2奈米，因为2奈米是未来台积电这个3年到5年之间最重要的技术，全世界目前为止台积电做的最好，所以大家都想要去台积电的宝库里面挖宝。东京威力科创来，美国来，难道是这样吗？不过我就讲。国安单位当然不用，这个国安单位一定要马上启动。你看，我们经济部长说，我们要了解状况，是否会用国安法来处理，还是要由台积电来对外说明。不过我们刚才掌握到最新消息嘛，是我们的制裁分署已经开始动作了，高检署动了。对，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检调已经进来了。对，所以事实上现在这件事情来说，绝对不会善了。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我们讲台湾地位之重要，其实从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是今非昔比的一个状况。这个人叫做基辛格。对，基辛格，你看他曾经讲过什么？他之前在跟台积电，他在当这个 Intel CEO， 他曾经说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不要投台湾，你把钱拿来美国，这才是对的。就你看他今天来，脸色非常好，比个赞，耶！
好赞。然后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台湾，扁人是最有钱。你也改口改太快了吧，大哥！现在是没有第一个地方比得上台湾。你看你这个笑容，这个绝对不是假。你看他说，你看台湾的 idea 真的太棒，你可以早上个点子，中午有原型，晚上就可以开始量产，对不对？开始制造，然后没有任何地方能像台湾这样快速创新，也没有哪里拥有如此完整的生态系统、供应链还制造能力。所以他等于讲了非常多嘛，对，他已经第50次来台湾了。等一下他还说，他特别讲，对，我是第50次来台湾，就是对，我很爱台湾的，给你博感情嘛。好，那我就讲。如果这么危险的话，你居然来台湾50次嘛，那就很奇怪。所以你就知道说，市场他的态度批变，那原因就是因为台湾真的太重要。你看，当时他不是因为这件事，他还跟张忠谋董事长杠上吗？对，张忠谋董事长还专门出席这个记者会说，你看 Intel 有个老技术，就是65岁要退休了，基辛格已经60岁，剩下5年，我不相信他可以把 Intel 拉回盛况。然后他还说他很不客气。他来跟这个张忠谋见面的时候，年轻气盛，不太客气，所以他们两个就杠上。后来 Intel 又批评这个台湾很危险，所以这个张忠谋就非常生气，对，就让你做什么事情呢？你看基辛格上任之后呢，当时的事情呢，他要说要恢复 Intel 的制造能力嘛，然后让台积电跟 Intel 紧张，就台积电怎么办呢？台积电就把 Intel 的代工的3奈米的订单，因为原本呢他们都有大概这个1块$2300的这个要价，大概40%的折扣给你哦。结果他好，你 Intel 不要把它修整对吧？好，我就把这个取消。把这个取消之后呢，导致什么 ？Intel 的负担大幅增加，所以导致说，后来 Intel 营运不好嘛，也种下他会离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跟台积电处了不愉快嘛。好，那是过去的，俱往矣。但是他今天来的话，你看他带了7家公司来，7家公司都是他有投资的这个公司。对。那这家公司来说，他还说什么？他是一个创投公司叫 Background Global 的这个公司。然后他说，我们跟台湾的连结不是投资哦，我们要建立次世代运算，还有共同愿景的长期承诺。这个结合他们的这个技术视野，还有台湾在半导体先进封装与精密制造的实力，然后持续推动高效能、永续创新的全球运算新时代。哇，他等于把他的公司呢跟台湾深度的连接在一起。对。那我们讲他这些公司有做什么呢？像有一个 Picture 的这个公司啊，他就做所谓光学的新一代的光学互联，就是 CPU 这些相关的技术。好，那主要是提高资料中心的运算能力。然后还有一个 Next Silicon， 他是做一个晶片，你看这就是一个晶片。他就说，我这个晶片呢可以做什么？它是用什么 RISC-V 的这个架构，然后未来的运算能力比 GPU 快10倍。不过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有做出来，或是需要台湾的量产能力。对。然后另外一个叫 D-Matrix 主要是它是做封装，它跟世芯啊国内的公司还有日月光、台积电共同开发3D 记忆体的这个堆叠的方式，所以封装技术。而且他们不是只有要跟台湾合作，你看还有一个公司叫美国云端的服务公司叫 GMI Cloud， 他准备要斥资5亿美金在台湾盖一个资料中心。你说这个不能开玩笑，对，5亿美金是新台币156亿，没错，在桃园要弄一个资料中心，对，是现在全球的人都跑来台湾了。对，没错。那他预计在明年4月要投入营运，那届时每秒可以处理大概200万个这个词元，就 token。所以你要市场看，连资料中心都要来台湾投资。对，那不是只有资料中心哦，你看还有这个3D 堆叠的晶片设计的这个所谓 CPU 这个细光子的都来台湾投资。所以告诉你什么？显然基辛格是真的把他的身家压在台湾上面了。那我们就讲，等一下，他把台湾 all in 了。对，那之前你还在嫌。对啊，当初不是说台湾这个危险吗？所以你就讲，事实上台湾的地位来说的话，已经不是过去的无下阿蒙了。好，那我讲，当然基辛格的态度转变，就印证了台湾地位的变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讲到的罗维人事件。好，那罗维人事件来说的话，我们先跟大家讲个来龙去脉。你看，这是他今年7月退休的时候。对，今年7月退休的时候，他当时还获颁所谓的工研院的这个院士，然后我们副总统萧美琴还去当场这个给他受赠的一个状况。好，那因为过去他是台积电张忠谋董事长把他挖到台积电来的，那他又口口声声说，我做这个肯定张忠谋董事长，我跟他交情非常好啊，然后又肯定台积电啊，就没想到居然他10月就转到 Intel。那个时候大家想说他退休应该就好好的退休了，因为他很崇敬、很崇拜、对，很推崇张忠谋。对，结果没有想到没多久他去 Intel 的事情就传开了。对，好，那去 Intel 这件事情来说。原本一开始大家都不愿意证实，对不对？那目前为止媒体报道说罗维人10月就已经到 Intel 去任职，对，他掌管的是研发到落地量产前的先进设备及模组研发领域，然后这也攸关这个 Intel 最需要提高生产良率的这个部分，哈。不过 Intel 不愿意证实，哈。而且今天媒体他报得非常非常细，他说什么？他说罗维人在退休前，他是利用自己的职权指派属下帮他引进大批台积电
2奈米，还有宋哥刚刚讲 A16、A14奈米等先进制程技术相关资料，还要求相关项组对他来简报。如果真的营运直接带走，那不是很危险吗？对，好，那今天传出来，就是除了他去这个 Intel 之外，就是另外刚才赵娥讲到，他在退休之前啊，跟属下说，我们现在的这个2奈米啊，或是这个 A16啦、A14啦相关的进度怎么样，跟他报告，然后他影印大量的这个资料，然后我们知道，事实上在台积电你是没办法影印。但是你在这么高的职位，或许有办法这样做，然后还要求下面的人跟他报告说，你们现在进度怎么样？还有相关的这个机密资料等等。好，那因为他当时是资深副总，他拿这个东西是理所当然。但是如果他离开了台积电，把这些带走，那当然就事情就出大事了。对，所以我们就说，现在有一个传言，为什么会传言呢？这是媒体报道，就是说，因为台积电要收集证据，要对罗威人有所这个动作。他说，如果你在当时很多机密呢，把它带到 Intel 来说的话，可能会对 Intel 会造成非常大，对台积电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它会比之前东京威力科创那个摄影师拍摄2奈米更加严重。当然啦，摄影师拿到了那个所谓东京威力科创拿到只是部分啊，他是拿到是全部最机密的东西，这个当然非同小可。不过后来又有一个报道是说，没有，主要原因他是可能把什么带走了，他是把他的笔记本带走。为什么？因为罗威人呢，他事实上在产业业界很久啊，他很多东西他都会做笔记，然后他20多年来，他都有非常多笔记本，然后把这个手写笔记都妥善的保存啊。那退休前的时候，幕僚是帮他整理打包的这个手写稿等资料，超过20多箱。所以呢，所以台积电就要去看你这个资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太多机密的这个状况。对，那尤其带走就是我刚刚讲嘛，有这个，还有除了这个 A14。A16之外，还有 A10，还有 A7，那这就非常重要。如果 A10、A7 这个是几个世代之后，我就讲现在是2奈米，对不对？然后再来是 A16，对不对？再是 A14，对不对？再来是 A10，再来是 A7，所以等于是他把台积电所有的先进制程的东西，假设如媒体报道，全部都拿到 Intel 去。那当然事情很严重啊。不过现在有传言，就是因为他是美国籍来说，你真的要让他回来哦，也有相当的难度。我跟他讲。技术外流的部分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放最多的宽心，因为一旦 Intel 敢把这些技术用在 Intel 的技术上面，就完蛋了。对，我们就可以告他。但是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有罗威人真的去的话，他对 Intel 的技术能力可以大幅提升。对，但大幅提升不是在于说他的技术，而是他的经验值。为什么他的经验值？我跟他讲，事实上罗威人他早年就在 Intel 工作。然后后来被2004年被台积电抓这个张忠谋董事长请过来，他担任所谓营运还有研发的高阶的这个职位。我就跟他讲他做了什么。我们之前来说话，台积电有所谓的这个28奈米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先研发28奈米，他就主张说我们要用一个后电的这个技术，不要用前电的技术。就没想到28奈米研发成功之后，台积电变成是全世界最早量产成功，然后当时的这个张忠谋董事长还颁给他一个台积电的这个所谓的最高勋章，颁给他。好，那后来还做什么？他还做了什么？你看，他还设立了7×24的研发中心。什么叫7×24的研发中心？就是一个礼拜有7天，然后24小时，也就是说夜鹰部队就是他所创的，完全没有停，加速这个所谓相关的量产的这个动作。然后同时之间，他有所谓的 One Team。One Team 什么意思呢？他就是把研发还有生产设备，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的工程师都是有2批嘛，一批就是做研发，然后另外一批是做这个生产流程，2批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的，就研发做研发，生产做生产，但是他把这2批合在一起，整合成一个 team 一起做，然后甚至未来这个台积电的 EUV 极紫外光机的时候，这些技术的选择都是他，所以来说他在台积电做了非常多重大决策，都是对，所以如果他到了 Intel 去。他如果继续做这些正确的决定来说，可能会对 Intel 有帮助。所以来说，其实他带走了不是只有资料这么简单，而是台湾的人才，其实才是真正最重要的重点啊。郑鹏，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件事情，这个2奈米技术基本上全球都很觊觎这件事情，就是因为2奈米技术才吸引这么多人来到台湾。我们刚刚特别讲，今天这个事情，经济部长他都出来讲话，政府官员出来讲话，他说真的，我有去了解这件事情，让台积电来讲。但是你掌握到的事情是没有，现在。我们的国安单位、我们的检调系统、我们的高检署制裁分署，他立案了，他真的要来查了。是，大家想一下哈，这个案子为什么是高检署的制裁分署？想一下，高检署是2审
对，所以为什么是2审来办这个案件？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就是代表它是一个国安案件。对，所以国安案件的定义，之前修法之后，就由2审作为第一审管辖。对，好，你说，这个很耳熟，之前我们在谈什么？东京威力科创，对，在谈什么 Raptors， 就是高检署制裁分署在办的，而且办完之后没多久就起诉了，而且他刚刚世聪哥有讲，他说那个 Raptors 那个案件东京威力科创的案件，他其实泄的密，那3个工程师泄的密是什么？是 Security B 跟 Security C 的，是比较低阶的。是这一位罗大哥罗维仁，他是整个台积电的什么？研发大脑，对，所以他掌握了不止整个2奈米的研发制程，他还掌握了最重要的，业界最担心的就是说，当我在量产的时候，我怎么提高它的良率？因为如果你的良率提升不起来的话，第一个，你的厂商当然就不愿意用你的这个晶圆嘛；第二个，你的成本就会提高。对，好，所以既然他掌握这么多的资料，就诚如刚刚那个世聪哥说的，现在就2个版本，一个版本是他带走手写的20几箱机密，对不对？对。另外一种版本就是什么银本，好，那这个制裁分署要办这个案件的时候，当然就会从这2个方向去查。对，你就说，要怎么查？他都带走了，怎么查？可以查，很简单，当时谁帮你整理这些东西？有没有人？有嘛？对，所以有人就有人证啊，我可以去传。吴振峰，你当时帮罗副总他这个收集什么东西，整理什么东西，所以有没有人证？有啊。第二个，监视器也有可能是其中一环，不过我不确定里面有没有监视器啦。好，那这个案子呢，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为什么高检署会立案侦办呢？因为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它是国安案件；第二个，这个是谁？这个其实是检察长张斗辉亲自指分的哦。所以他今天早上看到新闻就已经嗅到这个味道，对，嗅到这个味道，觉得这个有问题哦。可是你想一下，检察官通常是不告不理耶，对，他为什么这么认真？为什么这么仔细？为什么这么主动积极？你觉得如果台积电没有点头，他会立案吗？你说之前东京威力科创这个案子，你还在我们节目上面讲过，你说是台积电给多少资料，高检署就办到哪里。对，这一次一样是复制贴上的概念去查的，恐怕也是，因为台积电的副法务长以前也是谁？谢福元嘛，以前也是检察官出身，所以其实他对于检察机关的运作非常了解。那今天台高检他在立这个案子的时候，他必须要取得台积电的同意，他才有这个心脏敢去用嘛。因为假设我今天立了之后，来我说，这个台积电我要什么东西，请你给我，结果台积电跟你 say no， 我不要，这时候高检署有这个脸吗？很丢脸嘛。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案子绝对是这个台高检跟台积电之间有一个连接。对。可是你知道吗？因为高检署很保护这个案件，所以它的案由叫做不详。等一下，案由叫不详，它不是营业秘密法哦，它的案由叫做不详。所以先立案，然后有名目之后就可以去查它了，是这个概念。对，没错。但他就说啊，我不要让你台积电压力这么大啦。好，那现在就回到你刚刚讲这个案子怎么办？怎么办？谁办？办到哪里？谁决定？我再跟大家说明一次，绝对不会是高检署啦，是谁？台积电啦，对啦，台积电要给你什么资料？他要不要让你起诉这个罗维仁其实都要看台积电给你什么东西。因此，检察官呢现在很认真的努力在跟台积电沟通，但是沟通到什么程度呢？就要看台积电接下来要怎么样对待罗维仁。宇轩，为什么我们说2奈米的重要性这么高？刚刚说其他国家来，现在我们国安单位也要把2奈米好好的守在我们台湾之外。你看到韩国，为什么说韩国？你看韩媒他今天一篇报道说，三星推出了首款2奈米的制程产品，跻身晶圆代工厂的领先地位。我心里想，韩国起飞了吗？早没有说，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时候说完蛋了，难不成三星2奈米已经要追上台积电了吗？我跟各位讲啊，台就不安心。为什么？首先，你想的2奈米跟我们的2奈米完全不一样，不一样哦。首先，三星呢，它的功耗、它的功率也就是它的算力提升是5%，功耗下降是8%，体积呢缩小是所谓的5%。但台积电是什么呢？我讲数字你就结束了，15%、25%、15%。赵尔，你觉得这个差距能比吗？我被骗了，北东西2奈米那差价多，
短细啦，大俩细俩差价贼。再第二件事情啊，为什么刚才赵讲了一个关键点？这个叫做实验室等级，因为三星还没有真的投片大量的量产嘛。对。但台积电它目标是说到2026年它可以量产到10万片嘛，所以代表说它已经商用化，而且实际在应用，实际在下单。你现在在实验室里面做出了良率，请问一下，你厂房产线重新组装之后还会这么高吗？不知道。他们现在要把这个东西拿来应用在什么？应用在手机上面。那我们就做一个对比嘛，这是三星自己公布的哦。它的财报公布的哦，跟台积电一模模一样都用 GAA FET 哦，其实它的是所谓的 NBC FET， 就有一点点差别。环绕杂极场效晶体，它有一点点差别，但是最大的是什么？它即将要实装在 S26上，也就是三星最新的手机上。对，它要把这个晶片直接给尬进去，所以你看来装进去之后，他们就用的是什么 Exynos 2600，也就是它把全新的技术，你不要误会嘞。现在你知道 iPhone 17 Pro 就姚慧珍手上拿那一支，你知道它用的是什么吗？3奈米而已哦，没有用到2奈米所以这是2奈米的。对，它给你用2奈米哦。跟你讲说，三星在用雄心的GAA 刚才跟你介绍的技术很了不起的，对不对？但它有一个很大的隐忧，你知道为什么 iPhone 17 Pro 还是要用3奈米吗？为什么？有一个问题对，你又用过电脑知道，如果过热的时候，它效能会大幅度下降啊。所以它这一款会过热，有这个疑虑嘛？因为你的3奈米，其实坦白讲，稳定性，你有没有同样配套的散热系统可以去搭，也不知道。但它就是硬着头皮，反正我就把它实装上去。你知道他们都说 S26是什么吗？白老鼠机，也就是说，等到这时候开讲之后，用这个 Exynos 2600，好或坏不知道，因为你搞不好拿了手机之后打电动打一打，然后一直发烫。对，你搞不好拿了之后发现说想要被戏，但你问现在问任何人，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因为三星就是打算说配合他们的这个我们讲的晶片，把它直接用他们手机做实测嘛。而且我跟你讲他为了要因应说3奈米很有可能产生的高热，你知道吗？第一个包括 iPhone 17也有，它有一个叫蒸汽式的，它把蒸汽式做了顶天大，也就是呢专门用的散热系统。然后它把它的所有的边框，你看这是 S25的，那时候用什么？康宁大猩猩玻璃也就是我们讲的玻璃的这种背板，它全部把它改成铝的了。对，就是为了方便它能够散热，所以它今天2奈米它要做，然后它的这个做的话，它在实验室里面做，这实验室里面做最大的 bug 是什么？它会过热。结果你看到 S26跟 S25最大的差别在哪？S26为了怕过热，它的机身有动过手脚不一样的，它是什么？铝合金。对，不然人家使用修掉。不然坦白讲，我觉得很悲催。三星有一个问题啊，没有时间了。你知道吗？这都是韩媒最近的报道，韩联社的不是我们台湾人讲的。他们的10大出口产业现在是2025，对不对？他说2030的时候会全面被中国给歼灭。你知道南韩现在骄傲的是什么？半导体、造船业、石化业、生技医疗、电子电机。他说这些都是我们的强项，中国赢不了我们。但他说不好意思，如果等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的竞争力会急起直追，很有可能中国全部都会超越他们。不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季辛格以前是怎么样说我们的，现在马上来台湾之后比个赞，带了一大堆厂商来。我们刚刚也看到 GNI 在投资所谓的资料中心，投了上百亿的台币。都要来投资台湾，但是今天有个新闻我吓一跳，我觉得不太对。辉达，不，辉达在这个所谓的北士科，不是在跟新寿宇都瞧好了吗？结果瞧好之后不对，怎么李四川今天说话，他说新寿来了一个回马枪，这回马枪现在这块地它又卡住了吗？是，哎呀，真的是要恳请新寿的吴老板呐，刀下留人呐。本来大家讲说，终于大势已定，对呀，不是很好吗？我们要喜迎辉达的这个旗舰什么新建计划落脚在我们的北士科这里，结果感觉上已经那个顺风顺水情况之下，竟然又来给你一笔，什么一笔呢？现在传出最新消息，他说新寿又提出最后一个条件，什么样的条件呢？这个 NVIDIA 如果他这个土地用了几年之后没有再用了之后，你这块地要按照合约再还给我们新寿。你还要再还回来？这意思是什么？你知道？他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虽然我是为了配合这个你们台北市政府，还有那个全民的期望情况之下，我愿意把这一块土地让出来。对。可是我还是二老板我还是二房东所以这个如果未来 NVIDIA 它比如说它没有用到50年，它只用了20年，后面还有30年，那你可是要优先还给我可以这样子当然是不可
可以啊，但是他条件给你这样开。哎，你会觉得说奇怪，这次是解约，对，解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咱残谋高罪谋老哎，而且我们解约之后，这个台北市政府中间还有赔偿一些几亿啊，干嘛作为赔偿金？结果你现在你赔偿金也已经要拿了，拿了之下你还说，哎，那如果 NVIDIA 没有用完的期限，那你要还给我。这留了这个伏笔，让人家觉得你到底居心叵测，你到底用意在哪里啊？所以你看，李四专这一次钟虎瑜把话给讲白了。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是无法接受。我们来看看别人，真的不是我们在骂你。我们来看看哪里？以色列，人家那个今年年初NVIDIA 才说我们非常希望在以色列这个部分可以投资。人家一讲完不到那个几个月的时间，第一个投资计划已经下去。他告诉你我们这个政府相关的这个土地我们不要用市价，我们用市价打5折。51折的情况之下，等于是用对折的方式 ，NVIDIA 可以承住这块土地。等一下，你是说以色列迎接辉达，我提供给你100个方案，结果100方案你选完之后，我土地马上帮你挑好，没有问题之后，我还给你什么？我货地的这种，我还帮你打了折扣。第一个，他告诉你，如果是你 NVIDIA 的，你不用竞标，这块地你欢喜，你有硬去赔。他专门就是 for 你 NVIDIA 量身定做，太好了吧？我们以前还要竞标干嘛？不用竞标 ，NVIDIA 出来，开玩笑，人家 NVIDIA 短短时间之内丢下这么多的投资你知道他这一次投资了多少吗？多少钱？他要台币大概200亿。200亿！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是，它是有高达8000人的创造出8000人的一个投资机会。我们都知道 ，NVIDIA 要在那边打造一个 AI 的资讯中心，而且这个部分计划已经在进行当中。现在这个等于是额外的一个第二个所谓的总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以色列政府是排除万难要把这尊大佛给迎来，所以人家卡丘加领地，然后人家就开始又给你打折提供优惠，还不用其他的竞标土地的方式，就独厚 NVIDIA。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一尊大佛，就是因为它是未来 AI 的领航者。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